有没有觉得网上那些3天打下台湾的说法，听起来特别像电影片段？什么几千枚导弹饱和攻击，特种部队闪电空降，然后台北101上就挂上了5星红旗，听得人热血沸腾。可台湾人常常只报以一声冷笑，真那么容易？憋了70几年，怎么还不动手？都快憋到便秘了吧？今天的文章，我们就换个角度，站到他们的立场，来给大家做个深度揭秘。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从他们的视角看，两岸军力对比的画面大概是这样：对面的小岛上站着5个骨瘦如柴的人，而我们这边呢，有50个肌肉发达的彪形大汉，平时隔着一道海峡叫嚣，那当然是实力碾压，毫无悬念。但是如果真的要打起来，问题就来了，你怎么样才能把这50个大汉一次性而且是安安全全的送到对面的小岛上去？所以你看，对他们来说，攻台真正的门槛不在于他们能不能一口气扔过来1000枚导弹，而是在于他们每天能够把多少油、弹、粮这些后勤物资活生生地送上滩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正在搬家，但被规定你所有的家当都只能用美团外卖那种小小的塑料饭盒一趟一趟地搬，而且在你搬家的路上，外面还有人不定时地踹你、掐你，把走廊堵住，在楼梯上偷偷放香蕉皮。这就是跨海补给时最真实的写照。所以站在他们的角度，最大的难点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带宽不足，或者说是流量太小。在这种情况下，你前线的火力越是凶猛，就越容易把后方的资源瞬间抽干。具体来说，跨海攻台一开始就要面临第一大难点，底下有4大考验。第一个考验叫做单向道上的卡车队。你一定看过俄乌战争的画面吧？俄罗斯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前进，结果第一辆车吃到地雷，整支队伍就全部停下来，乱成一团。同样的道理，舰队一旦在台湾海峡这180公里的航道上吃到1枚反舰导弹或是一颗水雷，大概率也无法避免同样的情况。你想想看，这条航道本来就不宽，水底下还有潜艇和水雷，任何一艘补给船一旦被击中，受伤停下来，后面的船就得全部紧急刹车，马上就会乱成一锅粥。第二个考验是台湾间歇性供水的沙滩，他们在慌乱之中好不容易抢下了一个滩头阵地，却发现每天真正能够让大型船舰登陆的时间竟然只有短短的4到5个小时。这一下整个进攻的节奏又被彻底打乱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台湾的西海岸大部分都是泥沙堆积的前海岸线，一旦退潮，整个海岸线会向外倒退好几百米，登陆艇根本就靠不了岸。只有在涨潮水位够深的时候，那些大型的舰艇才能够靠近沙滩进行卸载。你想象一下，50个彪形大汉本来雄心壮志地准备登岛大干一场，结果到了现场却被告知这里135停水，246还间歇性供水，一天最多只能上来2个人。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明天请早，这仗还怎么打下去？第3个考验叫做好基友抬钢琴。登陆的时候一定会携带大量的重型武器，像是坦克、油罐车等等，这些都必须透过滚装船来吊装卸载。而这个时刻就是他们最脆弱、最不堪一击的时候。这就像你身边那个平常老是欺负你的好基友，有一天他买了一台全新的平台式钢琴，结果电梯偏偏又坏了，他只好一个人汗流浃背，咬着牙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搬。这个时候，你无论是从后面踹他一脚，
还是轻轻推他一把，他都绝对不敢松手。这就是你千载难逢、报仇雪恨的最佳时机。第4个考验叫做塞车。假设他们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突破了前面3种考验，成功登岛了。你以为就一帆风顺了吗？不，迎接他们的第4种考验才刚刚开始，那就是如何在岛内顺利的推进。台湾的中央山脉贯穿南北，天然地就把台湾岛分成了西边和东边，能够穿越山区的就只有极少数的东西，像横贯公路，而这些道路一旦被炸弹破坏，几乎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修复的。我想经历过921大地震或是台风天的台湾朋友都非常有感触。登陆之后，本来就极度依赖这少数几条公路来推进，而一颗500公斤的炸弹就足以炸断一条主干道。一旦道路被毁，那么整个海岸上几千辆的坦克、卡车、装甲车、补给车就会全部塞成一条动弹不得的钢铁长龙，成为台湾反击部队眼中最明显的靶子。你想象一下，他们的坦克大军全部堵在公路上，进退不得。驾驶员热得满身大汗，因为很多老旧型号的坦克里根本连空调都没有。这时候他烦躁地打开收音机，刚好调到 FM 94.3，里面传来台湾的播报员用非常轻松的语气说，今天岛内交通好像不太好哦，建议大家提早改道绕行。恐怕这位士兵想死的心都有了。说完了这第1大难点的4个考验，他们还将迎来第2大难点，那就是3个倒计时。这3个倒计时一旦任何一个归零，他们的攻势就会立刻熄火。第1个倒计时是弹药库存，根据估算，短程和中程导弹大约有1200枚。如果采取高强度的饱和攻击，大概每天会发射250枚。也就是说，从第6天开始，他们就要开始吃老本了，导弹库存就要见底了。第2个倒计时是地面部队的燃料和补给。我们来算一笔账，海军陆战队总计有8个合成旅，假设初期有3个旅能够全编制成功登陆，一个合成旅光是1天的油料消耗就得要200吨，3个旅加起来1天就是600吨，这还完全不包含炮弹、粮食、医药和装备备件。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在7天之内抢下像是高雄港和基隆港这样的大型深水码头，把滩头补给这种低效率的方式换成高效率的港口卸载，那么前线的部队就会因为弹药和油料失血过多而导致战力自己中断。第3个倒计时是空中力量的消耗问题。空中力量打台湾，不是像电影里那样修地飞过来丢个炸弹就跑，而是必须要在台湾的上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熬夜蹲守，来压制台湾的反击力量，防止国军的飞机起飞。美军打伊拉克、科索沃和阿富汗的经验表明，他们是24小时全天候制空，而他们要攻台，难度比美军当年打那些国家还要再复杂一个等级。毕竟大量的补给都需要透过海上运输，而制海权又极度依赖制空权的支撑。想要维持这种高强度的制空，需要大量的资源消耗，而且这种消耗是不对等的。这就好比一只猫守在一个老鼠洞口，老鼠可以随时出来骚扰，但猫必须24小时警惕。虽然他们账面上的现役战机有将近2000架，但真正可以用于高强度台海作战的主力，像是歼16大约只有370架，先进的歼20大约有195架，但最关键的是，负责空中加油的运油20加油机竟然只有区17架，这就导致它每天能够进行加油、挂载循环，出击的上限大约只有550架次。而每一架战机能在台湾上空滞留作战的时间，大约也只有短短的30分钟。500多架次，听起来不少，但分摊到24个小时里，
真正能同时在台湾上空维持压制的战机，可能只有30到50架。这种出击强度根本就撑不起全天候无死角的空中压制。就算从陆地机场轮班起降，频繁起降会把飞行总时长和发动机损耗至少增加3倍以上。按照他们战机发动机普遍只有几百小时的设计寿命标准来看，在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下，恐怕不用7天，这些战机就得集体飞回去进场大修了。与此同时，台湾和美军的防空系统也正在虎视眈眈地准备戳他们的这些吸管。所以制空权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场消耗战和耐力战。要知道，美军的发动机设计寿命动不动就高达上万小时，而国产的战机还有那些从俄罗斯买来的引擎，普遍设计寿命就只有几百个小时。这绝对不是夸张，而是赤裸裸的现实。肯定还会有人不服气，我们有全民皆兵，有成千上万的民用船只可以征用。可是大哥，民用的货船、渡轮根本就没有军舰那种厚实的防弹装甲结构，在台湾绵密的海防火力面前，这些船根本就跟纸糊的一样。别说是轻型的反舰导弹了，就连岸边的快速火炮，甚至是最便宜的无人机攻击，都能够轻易地把船体打穿、打漏、打到起火。这种情况下，补给的速度恐怕都跟不上战损的速度。还会有人说可以空投、垂直补给、无人机蜂群补给，听起来很美好，但现实是，一次大型运输机空投的量顶多也就是20吨左右。你拿这点量去支撑前线几千辆嗷嗷待哺的坦克、卡车、火炮，这简直就是想用眼药水瓶子去给一头大象洗澡。更别提无人机补给了，一架无人机能带几公斤的东西，还要自己飞越180公里的海峡。这种想法简直就是想让一群蚊子去飞越撒哈拉大沙漠，实在是太天真了。讲到这里，肯定有不少军迷准备掀桌子了。我们有3维立体打击，倾泻式的火力覆盖下去，几个小时台湾就惨了。好，如果非要掀桌子，那我们就不得不说一说他们会面对的第3大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即使台湾的海空防御力量在开战第1天就被打成半残，依旧得去面对这个物理世界中无法被意志改变的4大现实。第一个现实是台湾的移动防空导弹残存率。那些乐观派认为，只要1顿导弹饱和攻击下去，台湾那些爱国者天宫飞弹的雷达就全部熄火了。可现实却是，台湾的爱国者 PSC 3天宫3型全部都是车载化的移动部署，雷达车可以在30分钟之内就变换位置，而且它的射控车和发射车是分开部署的，你根本就不太可能把它一锅端掉。第二个现实是机场跑道的快速恢复能力。乐观派们认为，只要把机场跑道给摧毁了，那台湾的战机就全部会变成趴在地上的窝趴机。可现实是，台湾拥有超过300套的跑道快速修复装备包，根据演习的实测，大概只需要2到4个小时就能够让战机重新起飞。第3个物理世界的现实是近岸的防御和水雷部署。即便台湾所有的雷达都被摧毁了，台湾的岸基反舰导弹仍然可以透过后方的盟友预警机或是地面的光电感测系统继续进行拦截。而那些机动部署的火炮和大量的智慧型水雷，很多都是靠被动的隐蔽性和光纤制导，根本就不需要雷达，也照样可以发挥作用。他们要面对的第4个物理现实是码头的吞吐量极限。计划用来运送部队主力的滚装船，对于水雷和小型导弹快艇几乎是毫无防护能力。在船只准备靠岸的最后20公里，以及码头的水下航道，只需要进行简单的破坏，就可以形成各种被动的伤害。这些防御手段也根本不需要雷达。
台湾甚至可以用单个成本不到500美元的简易水雷来造成巨大的阻碍，而每一次要清除一颗水雷，可能就要耗费30分钟以上的时间。我们再退1万步说，即使真的拿下了台湾西岸的2大主要港口，可是在战时码头和周边的道路一定已经被破坏了。在这种情况下，单日能够卸载4万吨的物资，就算是非常幸运了。但是要支撑一支快速推进的地面部队，每天至少需要8万吨的补给。所以即便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进行补给，这个物理上限也只够满足实际需求的1半。因此，所谓的首波攻击就让台湾瘫痪，顶多是把门口开门的老大爷给打晕了而已，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个只能用外卖饭盒来搬家的终极难题，也就是补给带宽的问题。没错，你可以在24小时之内把台北的天空打得像黑夜一样，但是只要港口潮汐窗口、道路、制空权、飞机寿命、加油机数量等等这些物理问题没有被解决，只要这个带宽没有被拓宽，那么最晚到第8天，前线的部队就会因为油料断供、弹药见底、士兵没东西吃而彻底熄火。哪怕那时候台湾的雷达已经全部都不在线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正是那些高喊3天拿下台湾的乐观派们从来不肯去面对的核心难题。你以为他们内部不知道吗？他们其实比谁都心知肚明，但是在对外的宣传上却从来不提。为什么要搞内外2张脸呢？原因其实也超级简单，对内也就是对大陆民众要打造一种胜券在握的集体情绪，而对台则是进行心理战，用3天插旗总统府这种说法来制造台湾社会的恐慌感，让很多人在还没开打之前心理防线就先崩溃了。对美国则是进行下阻，大吹特吹什么导弹齐射、航母绕岛，最好能把美军给吓退，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当然美国可不傻，人家的研究报告早就把后勤短板问题写得明明白白了，反倒是不少台湾人是真的被这种宣传给吓到了。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那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他们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觉得自己能够稳妥的攻台呢？我为此专门做了一个超级简单直观的量化模型。这个模型的公式是作战可行度等于 trough 每日可投送的吨位，每日的需求吨位。如果得出来的结果大于等于1，那么理论上这一仗就可以打。如果大于 1.5， 那就意味着即便在战场上有 30% 到 40% 的战损，仍然可以顺利通关，那就打得非常稳妥了。但若是小于1，那干脆还是不要打了。下面就直接说结论。根据我们前面的数据，模型里他们的需求是每天8万吨，但它的投送能力大概只有3到4万吨，那么得出来的作战可行度系数大约是 0.45， 远远低于 1.0 这个最低限度。结论就是成功率低，战略风险极高。我在模型里还加入了美军来做一个对比。假设是美军来执行同样的任务，美军的需求大约是每天17万吨，它的投送能力大约是14到15万吨，最终美军得出来的系数是 0.8 到 0.9， 略微低于1。我的意思是，就算是让美军来打台湾，也绝对没有那么轻松，也会陷入一场可能超过30天的苦战。我这么说不是在鼓吹国军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台湾确实有其客观存在的地理优势。当然我也不是在贬低他们，毕竟他们现在的发展速度很快，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能假装看不到。那么对台军力要增加到多少才可以放手一搏呢？我们可以稍微开一下脑洞，假设他们拥有2倍于现在美军的投送能力，那么它的带宽系数就能达到 1.7 到 1.8， 这样即便有大量的战损，也完全能够打得下来，而且战斗很可能会在2周之内结束。再假如
如果他们有3倍于美军级别的投送能力，带宽系数达到 2.5， 那就可以形成全面的压制，估计可以在10天之内就结束战斗。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即便如此，还是没有达到他们自己宣传的3天就拿下台湾的要求，除非国军在第2天就主动放弃抵抗，否则要做到3天拿下，那个作战可行性系数至少要达到6以上。也就是说，目前他们在宣传上至少吹了20倍以上的牛。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想要真正的展现武力，达成3天拿下台湾这种好像随时可以动手的水平，他们至少要达到现役美军2栖舰队3倍的规模，并且有能力在台湾的近岸快速搭建起至少4条超大型的浮动码头和全天候的接驳桥，让物资的带宽系数能够达到 2.5 以上才有可能。换句话说，他们至少要把现在对台军事投送能力提升到现阶段的5倍以上，才能够兑现他吹出来的牛。那么至于要提升5倍，具体需要多长的时间，我就没有办法下结论了。最后我还要提醒大家一点，战力翻倍并不代表被侵略的台湾人配合度也会跟着翻倍。实际上，即便成功的在台湾的总统府插上了旗，那战斗也可能只是刚刚开始而已。毕竟今天的台湾民众可不是1949年那时候那些容易被忽悠的老百姓了。台湾社会的抵抗意识、公民社会的组织能力，以及当今社会的资讯流通速度，都远远超过了过去所征服过的任何一个地方。所以说，战争从来不只是纸上谈兵，更不是网络上敲敲键盘喊打喊杀那么简单。它背后牵涉到的是无数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后勤、地理、科技，甚至是天候这些冰冷而残酷的现实。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千千万万颗不愿意屈服的人心。在看完了我们今天的分析之后，你认为他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在短期内拿下台湾？如果你觉得能，请在留言区回复1；如果你觉得不能，请回复2。也欢迎你写下你的理由，让我们一起在留言区进行理性深度的讨论。